川流不息的货运列车，一直到天色渐暗也不曾停歇。叶晨与李亚林观察了他们的运行规律。一般内燃机车将整列货车车厢牵引进码头的货场之后，便会在货场完成解挂，然后经另一条线掉头，再将另一列车厢牵引走。留在货场的那些装满货物的车厢，会被调度机车牵引到一幢建设在多条铁轨之上的厂房内部进行卸车。货物卸车之后要经过海关检查，然后由港口内的货运汽车运送至散货装卸码头进行装船。在货运场的东南方向，还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铁路编组站。进口到卡萨布兰卡港口的货物，如果需要铁路运输，待走完清关手续之后，在这里编组装车，再由火车头牵引驶向目的地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货运列车本身与港口内部是隔绝的。送到这里来的货物还没走清关流程，而在这里等待转运的货物已经走完了清关手续。所以货运列车场的管理相对松懈。入夜之后，叶晨与李亚林先是在酒店吃了晚饭，在餐厅里，叶晨看到一位来自华夏的年轻服务生，于是便问他：小伙子，你知道当地人用什么语言比较多吗？服务生开口道：先生，这里的普通人说阿拉伯语比较多，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、学校的教职工基本都说法语。叶晨点点头。摩洛哥长期被法国殖民统治，法语在政府和教育系统十分普及，想来也是这个原因。不过叶晨对法语懂得不多，小时候父母教过一些，但学的时间短，隔的时间久，所以叶晨对法语的了解仅限一些基本用语。于是他便谢过服务生，待服务生走后，问李亚林道：李探长会说法语吗？李亚林点头道：因为常年和美国周边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人打交道，法语和西语都学过，还算精通。叶晨松了口气，那就好，不然还得现找一个翻译。李亚林忙道：叶先生，阿拉伯语我可是一窍不通啊。叶晨道：没事，今晚咱们要接触的都是港口的工作人员，港口对卡萨布兰卡来说尤其重要，那里的管理岗位应该都是从小接受本地精英教育的，法语肯定是第一语言。李亚林点点头道：如果他们说法语就肯定没问题。吃过饭，两人乘坐出租车来到了港口铁路的管理处，整个港口铁路的运输调度都由这里负责。李亚林看着管理处的大门，有些疑惑地问叶晨：叶先生，咱们就这么直接进去吗？叶晨点了点头，他刚才已经用灵气查探过整个管理处内部的情况。这个时间，管理处外面除了一名负责安保工作的安保人员之外，内部一共有9个人在工作，其中6人都在2楼最大的房间。想来应该是他们的调度室，剩下的3人都分别在不同的办公室。叶晨的想法很简单，直接用心理暗示控制门外的安保，询问他这里现在最高负责人是谁，然后让他带着2人去找对方就好。于是他便对李亚林说道：李探长，待会儿你看到我拍对方的肩膀，就直接用法语问他这里谁负责，然后让他带我们过去。好，李亚林点点头，他知道叶晨神通广大，自己也无需多问，按他吩咐的来便是。2人你来到管理处门外，门外的安保人员见是2个亚洲人，便用蹩脚的英语向2人喊道：Leave, leave。 叶晨见保安直接驱赶2人离开，便笑着用英语说道：兄弟，你不记得我了？说着，他用一道灵气渡入对方大脑，人便已经走上前去，假装老友一般拍了拍对方的肩膀。李亚林这时候赶紧上前，用法语问他：你们这里的最高负责人在哪？对方如实回答道：我们的副经理正在办公室值夜班。李亚林点点头：带我们去见他。对方立刻道：请跟我来。言罢，对方便立刻转过身，迈步进门，向着2楼走去。叶晨与李亚林跟在身后，一路来到2楼走廊尽头第2间办公室。那人指了指办公室的房门，李亚林走上前去敲了2声，里面同样用法语道：进来。李亚林推门而入，叶晨也紧跟其后。那人看到2人，有些惊讶地问道：你们是谁？话音刚落，
便同样被叶晨做了心理暗示。随后，叶晨便对李亚林道：“李探长，让他给咱们介绍一下这里的运作模式，还有杜克矿业的货运记录，如果有列车的行车记录就更好了。”李亚林立刻用法语询问了对方，随后对方便立刻向两人介绍起了这里的大概情况。摩洛哥每年开采差不多4000万吨磷酸盐，其中1000多万吨用于出口，剩下的则用来制成2000万吨的磷酸盐衍生产物，再进行出口，其中以化肥居多。这3000多万吨货物中的大部分都出口到世界各地，出口的其中一部分被非洲其他国家消化，剩下的基本都要从卡萨布兰卡港口出口到全世界，所以这里的铁路运输十分繁忙，每天至少有20-30列满载货物的货运列车进站。进出港口的列车没有采用24小时运营的方式，而是每天运营14个小时，从早7点到晚9点。今晚还有2列货运列车将在半小时内相继进站。待这2列列车进站之后，今晚便不再有列车进站，管理处也可以下班，只留下2人日常值班。不过货场里面倒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，晚上进来的列车要连夜卸货，很多明天一早就要陆续发走的货物，也要在晚上完成装车。摩洛哥的干线铁路基本都归摩洛哥国家铁路局，也就是摩洛哥国铁所有。不过由于这里是港口的配件设施，所以场站内部均由港口自己的运输管理处负责。至于所有的列车相关的司机、维护人员，都是摩洛哥国铁的员工。货运列车的开行计划也都是摩洛哥国铁负责调度，这里只负责接收计划，按照列车开行计划安排货物装卸的顺序和时间，安排列车在指定位置停车，指定的时间装卸货。杜克矿业所在的区域位于摩洛哥磷酸盐的核心产区，距离这里大概200多公里，刚好在磷酸盐运输的专线铁路带上。磷酸盐专线铁路是由摩洛哥国家铁路局投资建设的，沿途经过的每一家达到一定规模的磷酸盐企业，都可以付费给摩洛哥国铁，由摩洛哥国铁为其建设一条直通企业内部的支线，以方便列车通行，降低运输成本。而企业除了要付给摩洛哥国铁一笔建设费用之外，接入干线之后，还要定期向国铁支付门槛费，以及具体运输产生的运输费用。不过饶是如此，企业的单位运输成本也远比用汽车运输要便宜得多。杜克矿业在这里虽然算不上最大的磷酸盐企业，但规模也算中等偏上，每年的磷酸盐产量大概在100万吨左右。而且杜克矿业不涉足衍生品的生产，所有出产的磷酸盐全部用来出口，所以他们差不多每天都有1列装载磷酸盐的列车从杜克矿业出发，运抵港口。巧的是，两人还从对方口中得知，今晚计划中最后1列进港的货运列车就是从杜克矿业开过来的。这趟列车预计在8点45分前后进站，而明天的货运列车开行计划中刚好还有一趟前往杜克矿业的车次，这就代表杜克矿业有一批进口的货物已经到港，要在明天装车运回。至于叶晨想看的行车记录视频，管理处是没资格调取的，不过倒是可以等列车进站之后，想办法到机车内部查看。叶晨听完这些消息之后，立刻对李亚林说道：“什么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？咱们今天就先摸一摸这趟货列，顺便也摸一摸杜克矿业明天要运什么回去。